吃早飯了，吃早飯了。哎，老婆子，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？哎呀，你这个老馋虫，家里大的小的都随了你，整天就知道吃，多少银子都不够你们吃的。能吃是福啊，吃得好身体才能好啊。花钱买吃的总比花钱买药好。就你聪明，赶緊把那2个臭小子叫起来吃早飯，磨磨蹭蹭的，再不快点去学堂，都快遲到了。狗贼，站住！你这小短腿追不到我吧？慢点跑，慢点跑！你这2个冤家又在闹什么呀？趕緊來吃早飯！慢點兒，慢點兒，又沒人跟你們搶。你娘和青青呢？昨夜是不是又熬夜做繡品了？唉，昨晚趕繡品睡得晚，今早一不小心就起晚了。說了多少遍了，銀子是掙不完的，身子熬壞了，多少掙銀子都沒用，白給藥鋪做工了。過幾天就是李員外母親的生辰，這個觀音圖工期比較緊，雖然繡圖不大，也容易繡，不過工錢可不少呢。娘，我吃過早飯去教繡圖，回來的時候買點肉回來，家裡都好久沒吃肉了。吃肉了，吃肉了！娘，我想吃紅燒肉。不要，上次才吃了紅燒肉，我要吃蓮藕燉排骨。做滷肉、滷豬手、滷大腸。停，屋頂都要被你們給炒掉了，家裡還有臘肉、熏肉，買什麼肉啊？不許買。娘，孩子們都還在長身體呢，吃得好才能像孩子他爹長得高高壯壯啊。孩子他爹吃早飯了。哎，來了，還是秀秀想着我。快吃早飯吧，待會兒我和晶晶要去繡房教繡圖，正好吃過早飯以後一起去鎮上。哎呀，葉娘子，可算是把你盼來啦！李員外的繡圖可繡好了？楊掌櫃，我你還不放心嗎？繡圖您先看看，有不妥的地方我再改改。葉娘子繡技那是極好的，可離李員外母親的壽宴沒幾天了，我心裡着急呀。葉娘子，這是繡圖的工錢，這次碰巧有2位繡娘病了，不能接活，還好有你幫忙，不然我可要給李員外賠銀子了。楊掌櫃，你可別笑話我了，楊家繡房可是鎮上最大的繡房，找個繡技好的人來繡觀音圖有什麼難的？楊掌櫃，這是我自己繡的手帕，您看看能不能入您的眼？哎呦，不錯啊，有模有樣的。這6張帕子都按3等品繡品來收，18文一張帕子，你看怎麼樣？謝謝楊掌櫃，您可真是人美心善。葉青青激動的臉都紅了。娘，快走，我們去買肉，今天的肉本姑娘請了。哎呀，真是個憨姑娘，先去旁邊的布莊買繡布和針線，家裡的都用完了，不去買點，回家你以後不繡了呀。掌櫃的，今天生意不錯呀，麻煩幫我拿一些上好的繡布和金線，普通的針線也拿一點。葉娘子，昨天剛好到了一批上好的金線，特意給您留着的。葉娘子，這次的金線品質比以往的都要好，不過價格方面呢就要貴一點點。金線加上絲綢帕子是1兩銀子，普通的針線一共是108文，收您1100文。王掌櫃，鋪子還有沒有布頭啊？家裡的都用完了。哎呦，有的，可不就是趕巧了嗎？李員外家的女眷剛剛在鋪子裡買了不少的上好布料，有不少的好布頭呢，而且都是大塊的布頭，剛好可以做點手帕、荷包之類的，也不值幾個錢。這店裡的布頭也一起都送你了。那可真是謝謝掌櫃了，下次有好的金線和絲綢帕子，麻煩掌櫃的也幫我留一點。喲，這位小娘子要點什麼呀？這燒肉12文一斤，排骨11文一斤，豬蹄10文一隻，下水30文一副，這今天剛殺的豬都新鮮的呢。老闆，要2隻豬蹄兒和1副豬下水，這個時辰都要收攤了，下水這些次等肉也不好賣，這價格能不能便宜點？這豬蹄原本是10文一隻的，
15文2只，給你吧。下水啊，30文一副，25文便宜給你了。2只豬腳和1副下水，一共40文。行，包起來吧。好嘞，這2根豬骨頭啊也送你了。別看雖然沒有肉，拿回家熬個湯煮麵吃也不錯的。哎呀，那就多謝了。謝謝伯伯。麻煩包好一點，最好多包2層，弄髒了我剛買來的布料可就不好了。沒問題，肯定啊，給您包的是嚴嚴實實的。娘，布料、針線和布頭你都拿着吧，讓我拿着，不要弄髒了金線和絲綢，這些可貴了呢。大叔，這糖塊怎麼賣呀？20文1斤，一斤有將近30小塊，比點心鋪子的便宜不少呢。大叔，我要1斤。好啦，看你這一臉心疼的可憐模樣，這糖我給你買。不行，我要自己買。你這次的繡品做得不錯，比去年好了許多。娘給你買糖葫蘆作為獎勵，你哥哥和弟弟可都沒有哦。謝謝娘，你是最好的娘了。我們一起吃，不告訴哥哥和弟弟。老板，要1串冰糖葫蘆，要大串的。母女倆你一顆我一顆的，1串酸甜可口的糖葫蘆很快就吃完了。賣布料啦，便宜又好看的布料。哎，這織布料做的也太差了，好多地方都漏針了，織的也不均勻，而且染色也不好。哎，只能勉強做成幹農活穿的外衫了。這些布料雖說做的不好，但是它便宜啊。這位太太，您要是有心買，這個數，這幾匹布料您都拿走。那行，這幾匹布料我都要了。哎呀，好，我這就給您包起來啊。娘，這些布料這麼差，染得又難看，你這一買就好幾匹，是不是買太多了？你呀，可要學着點。這些布料雖然織得不好，但它比一般的布料便宜了1半。難看是難看了點，但是用來做被套或者是幹活用的外衫，一點都不影響的。再說了，你哥和你弟那2個淘小子，整天不是上山掏鳥窩，就是去河裡摸魚。剛做的新衣服，沒2天就又破又髒的。這布料便宜，隨他們造吧。娘，你可真厲害。你呀，你還小，要學習的東西多着呢。你現在已經學會了做鞋子了，等過了農忙，我正好教你裁剪衣服。這布料便宜，剪裁壞了也不心疼啊。好呀，等我學會了，我給娘做漂亮的衣服，練手的就先給大哥和弟弟穿。原本葉母還想給葉父買2個大肉包子，中午改善一下伙食，沒想到母女逛得太開心，沒有一個人想起這件事情。爺爺奶奶，我回來了，你們有沒有想我呀？哎呦，這大包小包的，看來這次的帕子賣了大價錢呀。我的帕子楊家繡坊都收了，18文1張帕子呢。這些肉和湯都是我買的，我厲不厲害？哎呦，奶奶的小青青最厲害了。中午來不及了，晚上吃鹿肉。這糖一人分2顆，剩下的都是我的啦。哎，行，都聽我們小青青的。你娘呢？怎麼還沒回來？娘和村口的嬸子大娘聊天，我先回來了。葉母回到家的時候，葉老太太和葉青青都相互吹捧完了。娘，今天運氣好，買到幾匹便宜的布料。這布料織得真難看，染色也醜，你被人騙了吧？這布料是差了點，但是價格只要正常布料的1半，用來做被套和幹活用的外衫，不影響的。這布料不錯，幹活穿的舊衣服就行了。這麼好的布料別浪費了，給老頭子和豐收做衣服吧。娘路上還說給大哥和弟弟做衣服呢。小孩子自尊心強，而且都要上學堂，還是穿得體面一點好。這布料啊，還是給老爺子和豐收穿吧。嗨，就那2個淘氣包啊，整天不是上山就是下河的，剛做的新衣服沒2天就又髒又破的。這布料好啊，壞了也不心疼。飯我已經做好了，等東林和西林回來就能吃飯了。奶奶娘，我們回來了。今天做了什麼好吃的？只有紅薯青菜，
愛吃不吃，整天想着好吃的，金山银山都不夠吃，淨跟着老頭子學這些壞毛病。老頭子，吃飯了。哎，來了。整天就知道吃，金山銀山都不夠你們吃的，給你們嘗嘗鹹蛋。太好吃了，不鹹不淡，味道剛剛好。好吃，比爹爹在鎮上買的滷肉都好吃。我們做滷肉去鎮上賣吧，肯定好生意。哎，行了，趕緊散開，說的再好也沒有了。秀秀，你拿一碗回去給親家嘗嘗。謝謝娘，我這就拿回娘家去。東林啊，這一碗你拿去給村長下酒。多虧了村長前幾天借耕牛給我們家呀，不然現在都還沒種上稻子呢。青青，我們先去找其他野菜，水芹菜比較重，我們回來的時候再過來摘。奶奶，快來，這裡有好多野蔥。奶奶，我們去竹林挖春筍吧。行啊，我們去竹林挖春筍。幸虧今年的稻子種得早，這一大片春筍便宜我們了。我們先挖點回去，下午吃過飯，喊上老頭子和你娘過來，我們再一起來挖。現在家家戶戶還忙着春耕，趁這2天趕緊把這筍子多挖點回去。奶奶，你快看，我挖到一顆超級大的竹筍，起碼有10斤重。哎呦，這麼大的筍子，而且還挺嫩的，一點兒也沒老。這顆竹筍啊，留着我們自己吃。家裡還有臘肉，晚上用這個來做醃篤鮮。太好了！這竹筍都挖不少了，我們先回去吧。再挖呀，就拿不動了。還有水芹菜，摘點回去中午吃。忘不了，我們趕緊走吧。哎，這今年的春筍可以挖了呀，多不多？要是多的話，下午我和你們一起去挖春筍。我挖到一顆好大好大的竹筍，娘，你快看看。嘿，你瞧，這顆春筍真大呀，留着咱自家吃吧，晚上可以做個醃篤鮮。娘，你和奶奶真有默契，奶奶剛剛也說留着晚上做醃篤鮮。可不是，我和你娘都一起生活10幾年了，就跟母女一樣。能做娘的兒媳婦兒是我的福氣。行了，我們就不要在這裡相互吹捧了，趕緊開飯吧。趁着現在大家都在忙着，我們先把能挖的春筍都挖出來，過2天一起送到鎮上賣掉。王掌櫃，好久不見呢。葉老爺子，您老看着還是一樣健壯，今天過來是不是有什麼新鮮的山珍呢？還真被您猜中了。前段時間雨水足，今年的筍子冒頭早，前2天剛剛在山上挖的第一波春筍。好啊，這時啊正是吃醃篤鮮的好時候，有多少啊我都收了。頭一波的春筍量不大，這還是我趁着農忙大家沒空才撿了個大便宜，剛破土的嫩筍子都讓我挖完了，大概有個1000出頭吧。你讓小二過一下秤。王伯伯，這是我早上摘的野菜，今年的頭一波野菜呢，給您嘗嘗鮮。那真是謝謝小青青了，王伯伯呀，都好久沒吃上青菜了。王掌櫃高興地接過大筐，裡面有好幾種不同的野菜呢，剛好拿回家換換口味。嚯，好新鮮的野菜啊！天天都是蘿蔔白菜，早就吃膩了，剛好來一桌野菜宴，嘗嘗鮮呢。今年的頭一波野菜呢，有水芹菜、野蔥、薺菜和香椿，都是早上剛摘的新鮮野菜。哎，這野菜給我留點哈，中午我們一家過來吃飯。哦，當然沒問題。您這邊要不要先點菜呀？這樣啊，我也好給您留出足夠的菜來。那我先點菜吧。清炒水芹菜、薺菜餃子，再加個香椿炒雞蛋吧。我家娘子喜歡吃香椿炒蛋，肉菜就來個紅燒肉。香椿好臭，我想吃野蔥炒雞蛋。香椿哪裡臭了？你娘最喜歡吃香椿了。你看看你，都這麼胖了，還不減減肥？你還說我？你怎麼不看看你自己啊？我娘怎麼會看上你這個胖子的？你娘眼光多好呀！你這個臭小子淨胡說八道！你信不信我這個月都不給你買肉了？
我回去就和娘說，你的私房钱藏在……行，我认了，再给你加个野葱炒鸡蛋吧。好的。哦，有刚到的新鲜春笋，要不要来个腌笃鲜？来个野菜腌，怎么能少得了腌笃鲜啊？好的，您常用的厢房啊，给您留着，用膳时您直接去就好，您到了马上就能上菜。行。叶老爷子，先来喝杯茶歇一歇吧。啊，现在刚开春，菜农种的菜啊还没长出来，这城里人想吃口青菜都不容易。您看看乡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野菜，收拾好送点过来。有的，后山的水芹菜长得可好了，香椿、野葱、薺菜这些后山也有不少呢。水芹菜凉拌清炒都不错，这个用量大，明天送25斤过来試試。这香椿、野葱和薺菜这些用量少一些，每样啊送10斤过来就行。好的。不过这野菜毕竟不是家里的菜园子，您要的量大，我们不一定能挖到这么多的野菜。这个我知道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这香椿难得，就按15文一斤收，水芹菜、野葱和薺菜都按2文一斤收，您看怎么样？那就按王掌柜说的，明天一早我就把野菜送过来，保证都是新鮮的。叶老爺子和葉青青剛走沒多久，王掌櫃就拿了個板子放在了李家飯館門口最顯眼的地方。時春，這是什麼？王掌櫃，又有什麼新鮮的吃食啦？小二，有什麼新鮮的菜式，給大爺說說。王掌櫃，一時間，李家飯館來了許多充滿好奇的客人。各位客官，今日小店新推出了時春宴，這廚春裡的頭一波野菜，頭一波春筍啊，過了這個時節可就吃不到了。時春宴2兩銀子一桌，需要預約的客戶麻煩過來登記一下。王掌櫃看着店裡的客人吃得意猶未盡，心裡樂開了花，小算盤打得啪啪作響。娘，我們回來了，有一個好消息哦。你娘估計在房裡做繡品，不要打擾她了。你奶奶應該是去後山打豬草了，我們直接去後山挖野菜吧。什麼好消息啊？大大的好消息！我今天一早去後山摘了一些野菜給王掌櫃，王掌櫃說要收野菜呢。這野菜也能賣錢呀？多少錢收啊？要25斤水芹菜、薺菜、野蔥、香椿各10斤，香椿15文一斤，水芹菜、薺菜和野蔥2文一斤。喲，那要的量可不少呢。後山能不能摘到這麼多的野菜呀？沒問題，後山我可熟了，哪裡有野菜我都一清二楚。這個事情就交給我吧，保證完成任務。不過要是有點零花錢那就更好了。還是你的主意好，這次進你個頭功，我跟你奶申請獎勵你20文，後面每送一次野菜給你5文作為獎勵，怎麼樣？夠意思吧？夠意思，您記得和我奶說呀。10斤香椿就要150文，要是能在菜園種香椿就好了。好啦，錢串子，我們走吧。後山的香椿樹都長得比較高，帶根竹子去吧，不然不好摘。哎呀，老婆子，你年紀也不小了，就不能悠着點嗎？別把老腰給閃了，不然你就先放着，等我回來再過來拿也行啊。你這糟老頭子，什麼叫年紀也不小了？你年紀才大呢，我身子好得很。你這老婆子，說你還不願意了。豬草我給拿回家去，你和晴晴他們去挖野菜。挖什麼野菜呀？家裡還有呢。奶奶，我跟你說。葉青青一邊興高采烈地說着，一邊手舞足蹈地演着。哈哈哈，這小機靈鬼都是隨了我。那可不是，奶奶，您可是桃花村最聰明能幹的奶奶，你是家裡的定海神針，葉家沒你可不行。青青這聰明的小腦瓜像我，而且隨了你這心靈手巧的勁兒，不錯不錯，都是挑着優點來長的。奶奶，你說能不能在菜地裡種香椿呢？15文一斤呢，要是種上10顆8顆的，那就發財了。這倒是個好辦法。
既然都能種菜，那香柱肯定也可以種的。晚點啊，我們去找找，看能不能找到香椿苗，挖點回家種。这水芹菜多的是，而且摘起来也不費事，明天一早過來摘也行。老大哥呀，你可算來了，今天帶了多少的野菜過來？按照您的吩咐，25斤水芹菜、野菜、香椿、薺菜各10斤，另外還有幾斤水芹菜給王掌櫃您的。那就謝過老大哥了，您這邊辛苦點，明天啊送多點野菜過來，水芹菜30斤，香椿、野蔥和薺菜各15斤。沒問題呀，後山土壤肥沃，野菜長得好，保證送過來的野菜又好又新鮮呢。這是這次的菜錢，一共啊是240萬。哎，謝謝王掌櫃。老大哥，跟您打個招呼，希望啊不要讓其他人知道您給我們送野菜，最好是只給我們李家飯館啊送野菜。這沒問題，買賣當然是做生不如做熟，老頭子人品還可以的，您就放心吧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叶家忙碌而快樂着。老大哥，這段時間啊真是辛苦你了，靠着這石春夜，咱們飯店這10間生意是好了不少啊。只可惜好景不長呀，往後啊你這邊有好的山珍或者是其他吃食都可以送過來，我肯定是不會虧待你的。多謝王掌櫃呀，這段時間竹林裡長了不少的筍子，前段時間挖野菜還沒空去挖呢，過幾天我挖點春筍送過來，晚點天氣熱了，山上還可以採蘑菇，到時候我送點過來給王掌櫃長長眼。飯館的李師傅做蘑菇很有一手，只要品質好，多少都收。好，多謝王掌櫃呀。這個月情況特殊，多了春筍和野菜這2個買賣。春筍一共賣了3兩3錢，野菜賣了1個月，一共是9兩8錢，這裡就是13兩1錢。這賣春筍賣野菜也太賺錢了吧，野生野長的東西連本錢都不要的。就這一次，後面就不收野菜了。別打岔，野菜這個買賣是青青出的主意，按咱家的規矩給他獎勵200文。謝謝娘。豐收1個月600文的工錢，交300文做家用。秀秀這個月賣繡品賺了800文，交400文做家用。這裡啊一共是700文，加上剛剛的13兩1錢，一共是13兩8錢。接下來是家裡的花銷，東林和西林2人的學費一共是2兩銀子，上學堂用的書本、筆墨、紙張和秀秀描花樣用的顏料，一共花了4兩銀子，這裡一共是6兩。月初抓了6頭小豬崽子回來，200文一只，一共是1兩2錢。另外家裡的吃穿和人情走禮一共用了400文，入賬13兩8錢，總花銷7兩6錢。另外給青青獎勵200文，這個月能存下6兩。這1個月存下的錢比得上去年1年存下的銀子了。好了，盤點好了，趕緊回去休息吧。娘，你真無情。滾，別在這裡礙老娘的眼。哎，娘自從有了孫子孫女啊，就不待見我了。娘子，你可要好好的安慰安慰我哦。娘子，賬也算完了，我們該休息了。上次的書還沒看完，我們再仔細研究研究。娘，你過來幫我看看這次的手帕。繡得不錯吧？我覺得這是繡得最好的一次了。確實不錯，比起前幾張帕子，這次的比較有神韻。太好了，終於過關了。娘，我們什麼時候去鎮上賣繡品啊？我這都已經繡了有10張帕子了。金線繡的蝴蝶就是貴氣，我什麼時候才能用金線做繡品呀？你呀，還有的學呢。你別看這用金線繡的帕子價格高，可是它成本也高啊。要是繡壞了，那可就虧大了。現在的繡法你才剛剛掌握，再繡2張帕子鞏固一下，過幾天大吉的時候再去鎮上賣繡品，
順便買點布料回來，給你們做新衣服。這次挖野菜賺的錢，大頭是賣香椿的錢。我和老婆子想去後山找找有沒有香椿幼苗，挖点回家種。香椿比一般的野菜貴多了，就算以後李家放管不收，也可以去集市上賣掉，而且也不要什麼本钱，怎么也亏不了。好呀好呀，吃过午饭，我和爷爺奶奶一起去後山找香椿。奶，我也想和你們一起去找香椿苗。還有我也要去。天天都在這裡挖野菜，這幾棵樹有幾片葉子，我都一清二楚。別在這裡浪費時間了，趕緊走。這香椿樹啊，一般都在水源豐富的地方生長。我們順着河邊一直走，應該可以找到的。老婆子，小親親，快過來，有好東西啊！呵呵，咱們這次啊，可算是來對了。小溪在竹林的邊緣，平常來的人少，便宜咱們了。少說話，趕緊幹活。這個香椿苗也太難找了吧！賺錢的事情哪有這麼容易啊？這才是第一處地方，周圍還有好幾個山頭呢。今天雖然沒有找到香椿幼苗，但是找到了其他的好東西。這個是李大夫說的金銀花嗎？這就是李大夫說的金銀花，等夏天開花的時候就可以過來摘金銀花了。葉青青高興地看着眼前的金銀花，臨走的時候仔細看了看四周，記住了金銀花的位置。怎麼樣，有沒有找到香椿苗啊？沒呢，不過後山的好東西可不少，今年大豐收了。快看，我摘的竹筍厲不厲害？這竹筍集市上賣100文一斤呢，這裡小10斤了吧？豈不是可以賣1兩銀子？都曬乾了吧？冬天啊，乾貨的價格高，等到大家置辦年貨的時候再出手，更划算。好餓，可以吃飯沒有？小溪的下游是小後山吧？早幾年吧，我在山腳好像有見到過香椿樹。啊，小後山？這是哪裡呀？我怎麼不知道這個地方？這小後山是咱們村裡最外圍的山了，它的地形地貌和後山非常像。山腳的小溪就是從後山流過來的，半山腰同樣有一大片竹林，可以說是後山的縮小版，大家呀都叫它小後山。我怎麼沒聽說過還有一個小後山？我知道，讓我來說。小後山物產沒有後山豐富，野雞、兔子這些也少，大家都不愛去那兒。而且去小後山的路有一段是非常難走的小道，我上次走過一次，衣服都被刮爛了。急什麼？硫磺粉還沒撒呢，香包呢？可以驅蟲驅蚊的，這個也要帶上。葉母將硫磺粉撒在3人身上，又拿出了3個昨天剛做好的驅蟲香包，仔細叮囑了葉青青一番。好了，娘，你越來越囉嗦了。爺爺奶奶，這裡有4棵小一點的香椿樹，都這麼大了，還能不能挖回去種啊？這麼大了，估計不好挖呀，而且也不好運回去。剛剛在小溪旁有5棵大的香椿樹，外加1棵香椿小苗，這裡又有6個香椿樹和4個香椿小苗，加起來就是10幾個香椿樹了。這座山要是我們家的就好了。溪流再往前就是其他村的地了。青青啊，你昨天不是說要去找竹筍嗎？時間還早，我們去竹林看看吧。好呀，我昨天做夢到這裡有好多的香椿樹，而且竹林裡面遍地都是竹筍，今天就找到了這麼多香椿樹，夢裡肯定是真的。我們趕緊去竹林吧。這裡真是好地方，村裡的人都不來這裡，往年都白白浪費了這些好東西。你傻呀，正是因為沒人來，才便宜了我們。整村人都指望着後山那點東西，再多的好東西也都不夠分的。後山的幾棵栗子樹，往年早早的就被村裡的人盯上了，我都沒吃到幾顆。沒想到這裡也有栗子樹，等到板栗結果的時候，我們偷偷過來把栗子都摘回家，我要吃個夠。這裡怎麼沒有金銀花呀？後山那邊可是有一大片呢。現在天色還早，我們從另一邊下去，看看山的另一邊有沒有金銀花。實在沒有，
我們偷偷移植一些金銀花過來，這邊種也是可以的。有道理，趁着天色還早，我們趕緊去另一邊看看，說不定还有其他的好東西呢。叶老太太对这座小山也是挺满意的，荒山价格便宜，而且近年来朝廷鼓勵開荒，之前還聽村長說過，荒山可以免稅5年。這棵柿子樹可真大呀，應該能結不少的果子。爺爺奶奶，這裡有棵柿子幼苗，我們挖回去種在後院吧。這柿子苗還小，先讓它在山上長着吧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們趕緊回去吧。怎麼才回来啊？今天比昨天晚了許多，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嗎？看着比昨天還要多的竹蓀，葉父想要去山上找山珍的想法又冒了出来。看来这小后山好東西不少呀，这些竹蓀都有10幾斤了吧？小后山的好東西確實不少，我和你娘心裡有個主意，待會兒吃了晚飯，你和秀秀到我和你娘的房裡來，我們商討一下。在山上撿了一窩野雞蛋，秀秀啊，你拿去做個香椿炒雞蛋吧。我們先將這些竹蓀收拾好。好的，娘。鎮上不像我們鄉下地方有地，買根蔥買根菜都是要花錢的，以前沒往這方面想，自從給李家飯館送野菜送春筍，才知道這城裡人吶，是什麼都缺。是呀，誰能想到啊，村子裡不值錢的野菜竹筍，鎮子上的人都爭着要買。爹和娘是想將小後山買下來吧？既然你們都猜到了，那我就直說吧。我和你娘啊，確實是想把小後山買下來。我們去小後山仔細看過了，那裡有10幾棵香椿樹，竹林也大，山上還可以種金銀花，荒山價格不高，好好打理一下，估計幾年就能回本了。而且小後山買下來也是個橫產，家裡田地少，將來也可以給孩子多留一條退路。3月青黃不接的時候，鎮上是最缺菜吃的。就拿香椿來說吧，村裡人覺得香椿的味道怪，而且還費雞蛋，但是鎮上的人就好這口。我特意去集市上看過了，集市上一小把香椿就要5文錢，我估計啊，一把也就2兩左右啊。除去3月這段青黃不接的時間啊，平時鎮上的人雖說吃野菜的人少了，但是也還是有不少人喜歡吃的。退一步來說，就算賣不掉，也可以曬成菜乾和筍乾，等冬天沒菜的時候再高價賣出去。村裡的婦人經常去後山挖野菜、挖春筍，賣一下山珍和家裡的產出。我擔心村裡人要知道這些能賺錢，也跟着去賣野菜、山珍了。到時候賣野菜的人多了，我們這些東西啊就賣不出去了。萬一賣不出去，野菜、竹筍和山上的蘑菇這些都可以曬成乾貨，冬天的時候缺菜，這些不愁賣不出去的。別忘了還有金銀花呢，我在山上看過了。小後山的土質雖然沒有後山的好，但是也不差的。山上好幾處地方都有金銀花，想來在小後山種金銀花也是沒問題的。把山上都種上金銀花，打理好了，這可是一棵搖錢樹啊。爹，鎮上的人口少，富人也不多，山裡的產物其實我們也可以去縣裡面賣的，縣城啊工錢高，那裡賣的東西價格也高。前些年縣城裡啊新建了一個碼頭，碼頭上的船走水路，可以將貨物送到其他的省份。這聽說啊，有不少的外地商人都會乘船將貨物拉過來咱們縣裡賣，或者在縣裡拉貨回去家鄉賣。我去年跟着掌櫃在碼頭啊買一批貨物，碼頭上是人來人往，熙熙攘攘的好不熱鬧。這到時候啊，我們也可以把家裡的產物拉過去，在碼頭賣給那些外來的商人。你們都沒意見，那就這麼定了。我明天去村子那兒問問小後山的價格和買山是怎麼個章程。娘，公賬上銀子還夠不夠啊？不夠的話，我們這裡還有一點。賬上的錢應該是夠的，目前賬上有50多兩銀子，小後山不大，30兩左右應該就可以買下來。買去官府，
換紅氣和打點關係估計也要個幾兩銀子，再留出幾兩銀子請人清理一下後山，剩下10多兩應該夠家裡的開銷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讓你爹去村长那裡問問怎麼一個章程。喲，跪天老爹，今天怎麼這麼有空過來老哥這裡呀？早上剛好在鎮上買了一點點心，給家裡的孩子添點嘴兒。先說說什麼事吧。你還不放心嗎？小弟什麼時候害過你呀？我想將小後山買下來。你這小子可以呀，想必之前給李家飯館送野菜是賺了不少錢呢。鎮上的人沒有地，一顆蔥一顆菜都要賣，我也沒想到啊，這野生野長的野菜也能賣錢。不過這後山是村裡的，我也不好一直占便宜啊，就想着把小後山買下來。小後山上面也就幾棵歪脖子樹，不值什麼錢，你要買呀就買吧。不過這以後村裡的人去鎮上賣野菜，你可不能阻撓啊。你這老家伙，我是那種黑心的人嗎？山上的產出我已經想好出路了，村裡要不要賣野菜山珍，這個我可管不着。是老哥說錯話了。不是要買山嗎？我先跟你說說這買山的章程。村裡的荒地都是500文一畝，荒山便宜一點，200文就可買上1畝了。小後山那不大，估計也就100多畝，估計30兩左右就可以買下來了。近些年朝廷大力支持開荒，荒地開荒的前3年可以免稅，荒山種植周期長，可以免5年的稅。既然你沒意見，就趁着天色還早，我們先去鎮上找文書報備，讓人衙門的人過來丈量小後山的實際大小。大人，在下是桃花村的村長，這位是村裡的村民葉桂田。要買荒地還是荒山啊？買荒山，家裡田地少，皇恩浩蕩，近幾年來風調雨順，家裡也積攢了一點銀子。原本是想買良田的，奈何賣田地的人極少，就想着買一座小山。荒地500文一畝，荒山200文一畝。朝廷啊，近年來鼓勵開荒，雖然荒山種植時間長一些，但是啊，價格比荒地低不少，而且還可以免費5年的稅，虧不了的。啊，你們在這裡等着，我去喊2個捕快過來，待會兒啊，跟你們回去村裡丈量山地。多謝大人。山不大，一共是150畝，200文一畝，荒山一共是30兩銀子。要不要辦紅契？要是換紅契的話，要交1兩半的稅錢。要紅契，這個錢可不能省啊。回去的時候路過點心鋪子，葉老爺子又進去買了2斤點心。你錢多得慌呀，早上不是才買過點心，趕緊拿過去退掉。幾十年的老朋友了，不講這些虛的。你山上打算種什麼？只靠那點香椿和竹筍，估計只能賺回買山的錢，沒什麼賺頭啊。去年李大夫不是說藥鋪收金銀花嗎？50文一斤呢。我打算在山上種點金銀花，金銀花種植時間短，今年種，明年就能開花了。老哥呀，你也有想法呀，你要是想買，就趁早買，等到夏天，村裡的人賣金銀花賺到錢了，估計不少人會有這個想法呢。村裡的聰明人啊，可不少啊。是有點想法，我回去和2個兒子商量一下。就是如果種金銀花的人多了，藥鋪會不會不收啊？鎮上的人也沒多少，種的人多了，肯定吃不下的。我打算將山上的產出運出縣城賣掉。老弟，還是你有魄力啊！這之前聽我兒子說，縣城新建了個碼頭，來往的船只啊是絡繹不絕。聽說好多的外地商人運貨物過來咱們縣城嘛，也有人買我們這邊的筍乾蘑菇回去北方賣的。聽說北方一到冬天就下大雪，
每年入秋前都要囤上許多的吃食。這等有空了，我去碼頭打聽打聽。我也聽說北方的冬天非常缺菜呀，而且冬天燒炕容易上火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要是真的，山上的產出就不用愁了。太好了，小后山的山腳有10幾棵現成的香椿樹，那就不用去找香椿苗了，10幾棵树都夠我們摘的了。现在的春笋和香椿有點老了，但是也還有一些能吃的。明天我再去小後山看看，把一些能吃的笋子和香椿都摘回来。老头子，你明天把家裡的独轮车带上，后山在村子的最外围，用独轮车把東西推回来，能省不少力气呢。去小后山的路太久没有人走了，都长滿了野草，要不要在村裡找幾個人把路修一下？我明天先去小後山看看，再仔細規劃規劃，先不着急。而且我們家才剛剛買了山，還是低調一點好。葉青青剛想說明天要一起去，就被葉母給打斷了。你都多少天沒做繡品了？你這繡技剛有點起色，你再不好好練，手上的功夫就要生疏了。好吧，確實有幾天沒有做繡品了。家裡的針線都用完了，明天先去繡坊買繡品，順便再買點針線回來，然後再教你新的繡法。葉青青也知道葉母是為她好，乖乖的應着。葉母進來繡坊後，沒見到老熟人楊掌櫃，而是一位年輕的女子在櫃檯撥弄着算盤。你好，我是過來賣繡品的。好的，我是這裡的掌櫃，叫我李掌櫃就好了。小女做的手帕，李掌櫃先長長眼，看能不能入您的眼。哦，繡法雖然比較簡單，但是配色和布局都不錯的。這些繡品咱們繡坊都可以按3品繡品來收，18文一張帕子。沒問題的，就按李掌櫃說的。18文一張帕子，12張帕子，一共是216文。李掌櫃啊，這是我做的帕子，您這邊長長眼。葉娘子，像這樣的上等繡帕，我們繡坊自家的繡娘也有做的。往後呢，就不收1等的繡帕了。我娘在楊家繡坊都賣了好多年的帕子了，怎麼突然就不收了？哎呀，葉娘子，往後繡坊不收1等的繡帕了，不過像2等和3等的繡帕還是可以收的。既然帕子你們不收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青青，你的帕子，那我的帕子也不賣給他們，我們去其他的繡坊。葉夫人，都好久沒見你了，你剛剛去過楊家繡坊了嗎？楊家繡坊前段時間換了新的掌櫃。剛從楊家繡坊出來，說什麼以後不收1等的帕子了，這不就趕緊過來跟你打聽打聽，這個李掌櫃是什麼來頭呀？哎，楊掌櫃他兒媳啊，上個月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，兒媳婦一個人照看不過來，楊掌櫃就辭工回去養老帶孩子了。繡坊的東家楊夫人就找了一個本家的侄女過來當掌櫃。這李掌櫃肯定是看你做的這個金絲帕子價格高，有利可圖啊，年紀輕輕的眼睛就鑽錢堆裡了。這個時候你一般不是在家做繡品嗎？怎麼有空回來啊？你呀，從小就仗着自己配色好，又有點小聰明，不肯好好的練繡技。你做的這些金絲帕子雖說精緻又貴氣，但是難度不大，有心學的下點本錢就可以做出來了。秀秀的這些帕子雖然繡法簡單了一些，但是好看又貴氣，要不拿到縣城裡面賣吧？縣城裡面的有錢人多，那些夫人小姐肯定喜歡。嘿，你二嫂說的對，要不你去縣城賣繡品吧，鎮上有錢人少，也給不了高價。楊家繡坊不收大件的繡品，其他繡坊給的價格又低，沒必要做這些荷包手帕的在這裡耗着。按我說啊，要做就做大的繡圖，一幅好的大圖都頂你做多少手帕了。你二嫂如今的繡品做得不錯呢，這幅大圖也馬上就繡好了。我們原本就想去縣城看看，能不能賣個好價錢的。過幾天等大圖繡好了，你帶上繡品
和我们一起去縣城吧。好啊，到时候我和你们一起去。天色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做饭吧。都多大的人了，还动不动就撒娇，也不害臊。这小后山呐，我们可算是捡到宝喽。奶，这麻袋里面是什么呀？是春笋吗？是春笋，小后山那里的竹林比后山的还大，里面有好多好多春笋呢，还有竹荪，我们还采到了竹荪哦。都是山上的東西，也不值什麼錢。這竹荪難得，你拿回娘家給親家母嘗嘗鮮，順便呀，再借用一下你娘家的驢車。好的，娘，我去就回。娘，你看我給你帶什麼好東西來了？你這個憨丫頭，別整天往娘家帶東西啊！春筍就算了，竹荪難得，你拿回去吧啊！家裡頭好吃好喝的，不缺這點東西。是我婆婆讓我送來的，明天還要借用家裡的驢車，你不收啊，我婆婆都不好意思用咱家的驢車了。哎呦，你婆婆真是太客氣了，這驢車借用一下又沒什麼的。借驢車是又要給飯館送野菜和春筍嗎？飯館現在不收野菜和春筍了，今天我公公從小後山挖了不少的春筍回來，還有2杯樓的香椿，想去集市上試試水。哎，這樣也好啊，小後山裡面的好東西不少，光那個大竹林和山下的香椿，你們都能賣不少錢了呢。估計要不了幾年，買山的錢就能賺回來了。水芹菜1文錢1斤，春筍剝好的5文錢1斤，沒剝的3文錢1斤，香椿5文錢1小把，竹荪你先不要買，留着給王掌櫃。知道了，我的算術可好了，肯定不會收錯錢的。竹荪啊，都給我留着，其他的東西我待會兒吃過早飯再過去看看。知道有半杯篓的竹荪，王掌櫃一下子提起精神來了。王掌櫃，春筍90斤，一共是270文；香椿6把，一共30文；竹荪3斤，一共180文，總共是480文。爺爺，今天早上一共賺了768文，這比之前給李家飯館送野菜時都賺得多了。小後山的春筍、香椿、竹荪，能摘的昨天都摘完了，下次要摘的話，起碼要等到下次集市啊。要是我們經常來鎮上賣東西，那是不是要買一輛驢車啊？這個要回去問你奶奶，我可做不了主。葉老爺子和葉青青剛回到村口，就被村裡的幾位嬸子給圍住了。看着葉老爺子和葉青青收錢收到手軟，幾位嬸子紛紛起了小心思。鎮上的人沒有地，一顆蔥一顆菜都要買。這野菜雖然在村裡鄉下不值錢，但是鎮上的人想吃也是要花錢買的。其實啊，鎮上的人什麼都缺。既然被看到了，葉老爺子也沒想着隱瞞，實話實說了。後山的野菜雖說是無主的，但是你全部拿去了鎮上賣也不太好吧？這不是佔村裡的便宜嗎？馬大娘，我們今天賣的野菜可不是在後山摘的，我們家前段時間買了村裡的小後山，春筍、香椿還有竹荪這些都是在小後山採的，可沒有佔村裡的便宜。奶奶，你不是說香椿都喜歡在陽光充足的地方生長嗎？這棵幼苗在樹根處，陽光都被擋住了，我們把它挖到旁邊陽光充足的地方種上吧。葉老太太看了一下，覺得葉青青說的有道理，招呼葉老爺子一起將香椿苗挖出來。差不多了，最近沒有下雨，竹林裡也沒有什麼竹筍和蘑菇的，再待下去也是浪費時間。嘿，這野菜挺新鮮的呀，都怎麼賣呢？啊，姐，這香椿啊7文1把，春筍剝殼的6文1斤，這沒剝殼的4文1斤，野菜呢都是3文2斤，竹荪70文1斤，都是今天早上剛摘的，你看看。要1把香椿，2斤薺菜，再拿2個這沒剝殼的春筍吧。東西不多，我和豐收2個人在這裡看着就行了。親家母，你和秀秀他們先去繡坊吧。那好，我們先去賣繡品了，待會兒再回來這裡找你們。
我是绣坊的掌櫃李掌櫃，几位客人是要看绣品，還是想賣繡品呢？李掌櫃，我們是過來賣繡品的。